如果有一天 AI 把《伤寒论》的全部条文、全部方名、全部注家观点都背得滚瓜烂熟，他就真的懂《伤寒论》了吗？我的答案是不一定。他可能会背条文，可能会总结方正，也可能会把古人的医案整理得很漂亮，但是呢，他未必知道哪些信息只是表面现象，哪些信息才是关键变量，哪些判断可以继续推演，而哪些地方必须要停下来。嘿，你好，我是袁有成，好久不见。AI 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，但是在很多领域 AI 都没有一套法则来约束，所以它会无限联想。这半年呢，我做了一件事儿，就是用一套功能变量体系把《伤寒论》翻译成 AI 能听懂的语境。很多人读《伤寒论》读到最后会把它读成一张表，什么现象对什么方，什么条文对什么正，什么关键词匹配什么结论。这种读法有没有价值？有。入门的时候呢，它可以帮助人建立基本印象，而且方正对应也确实是《伤寒论》最重要的抓手。但是如果一直停在这里，就很容易把《伤寒论》读窄，因为人的复杂状态不会像一张表格这样整整齐齐，一个现象可能同时牵涉外部开合、内部处理，还有一个枢纽调度、水液运化、基础供给和总控协调。一个条文也不一定只指向一个固定答案。更重要的是，很多时候真正难的不是看见一个点，而是判断这些点之间的关系，哪个是主变量，哪个是伴随变量，哪个只是噪音，哪个是边界风险，哪个信息不够需要停止判断。如果没有这一层， AI 最容易做错一件事儿，它会把相似的词当成相同的系统。比如一组描述里出现了看似相似的冷热、表里、升降、出入， AI 可能很快给出一个看起来熟悉的解释，但熟悉不等于正确，熟悉只是语言相似，正确要看系统关系。我们看到的很多现象不是孤立存在的东西，而是一个系统在运行时留下的信号。在功能变量模型里，我们更关心的是三个东西。第一是功能系统，也就是这个模型把人体复杂状态拆成哪些运行模块。第二是变量偏移，也就是某个系统的开合、升降、出入、寒热、燥湿、虚实、内外等状态发生了什么方向的变化。第三个是边界条件，也就是哪些信息不足，哪些风险不能推演，哪些内容不能被拿去现实应用。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，才构成我想在 AI 时代重新讲《伤寒论》的基础。接下来我们先把第一季的核心地图摆出来，我会用双重命名法来讲，也就是传统六经名加上功能系统名。第一个呢是太阳系统，也叫做体表处理系统，它关注的是体表层面的开合、外放、防御、宣发。你可以先把它理解成一个系统和外界接触时的第一层边界，它不是一个病名，而是一组和外部边界处理有关的功能变量。第二个呢是阳明系统，也叫做内部处理系统，它关注的是内部的处理、降浊、清理、承接。如果说太阳更像外部边界，那么阳明更像是内部秩序的处理能力。第三是少阳系统，也叫做枢纽调度系统，它关注的是方向、往来、协调、转输。很多复杂状态之所以难判断，是因为它不在一个固定的位置，而在两个方向之间来回的牵动。少阳系统就是理解这种枢纽变化的关键。第四呢是太阴系统，也叫做水液运化系统，它关注的是承载、转化、湿、水液、内在运化能力。这里的重点不是某一个孤立现象，而是系统的转化能力有没有变慢、变弱、变偏。第五呢是少阴系统，也叫基础供给系统，它关注的是基础能量、
臂长、供给、内在支撑。一个系统如果底层的供给不够，上层再怎么调度，也会出现不稳定。第6呢是决议系统，也叫做总控协调系统，它关注的是总控、协调、寒热错杂、方向冲突。它往往不是一个简单方向，而是多个方向之间相互打架。这6个系统不是6个盒子，而是一张关系网。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、太阴、少阴、厥阴，不是6个标签，而是6种运行逻辑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伤寒论不是一张方程表，而是一张系统运行图。AI 时代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也有一个很大的危险。优势是 AI 可以帮助我们整理大量文本，它可以把条文、注解、医案、方明、历史争论快速的放到一起。但危险是它很容易给出过度确定的答案。这也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，我不是要让 AI 更快给答案，而是要让 AI 学会什么时候不能给答案。一个好的 AI 伤害系统最重要的不是会说什么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停。那么 AI 时代重新读伤寒论，具体要怎么读？我会把它拆成3个翻译。第一个翻译呢，就是把现象翻译成系统信号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描述不是孤立词条，而是某个系统状态的信号。我们不急着问这对应什么，而是先问它在提示哪一类的功能偏移。这一步是从表面词汇进入了变量层。第二个翻译把方剂翻译成调节指令集。在功能变量模型里，一个方剂名更像一个古代系统语言中的操作代号，它代表某种方向组合、某种变量调节逻辑、某种系统关系的处理方式。第3个翻译把医案翻译成证据链。一段医案不能直接拿来当结论，它需要拆成观察来源、描述阶段、模型判断、调节目标、过程反馈、结果归属、安全边界。只有这样，传统知识才能进入 AI 时代，否则 AI 只是把古书复述了一遍，并没有真正理解它。讲完6大系统之后，我会继续讲合并、并并、变量权重、方剂作为逻辑调节指令集，方案作为证据链，以及 AI 怎么做巨大机制。这条路不会快，但是我认为它值得慢慢做，因为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知识系统，不是靠一个爆款标题撑起来的，而是靠长期的结构、持续的标准和稳定的边界撑起来的。作为功能变量创始人，我将把我余生献给这个需要长期积累的知识工程，一边整理古代文本，一边建立功能变量模型，一边用 AI 辅助阅读，一边给 AI 设定边界，一边做视频传播，一边沉淀成图谱、课程、工具和系统。下一集呢，我们进入第1套系统——太阳系统，也就是体表处理系统。我们会一起用功能变量来解读太阳到底处理的是什么。世界不是物体，而是关系。我是袁有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